同学，大家午安。是来提醒大家，麻烦手机哈，对，麻烦手机。好，那我们今天有特别台中来的同学哈，来啊，还有哪边过来的吗？有海外金星有没有什么金星、土星、火星的？来，不要急，慢慢来。来，有没有哪边从远地来的？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徐师还是要再呼吁一下哈，那个我们的台南分会哈，来徐师主要呼吁跟台南有缘分的人，比如说娘家在台南啦，或曾经在台南出生长大啦，或是你曾经你的初恋情人，或我真的记起来，我以前有个女朋友是住台南的，对，或你的初恋情人啦。过去你的小三小王啦，曾经是在台南哈。那如果对台南有渊源的人，因为我们台南现在我们要把租了17年的这个目前我们租的这个会址，希望把它买下来。然后房东说1年之内哈，如果我们有能力把它买下来，那愿意用这个1坪15万卖给我们基金会。好，那目前我们已经剩下67位了，67位了哈。那等于说在同学的热烈响应之下，现在我们那时候徐师就想了一个计划希望来招募100个人，每一个人来捐15万，捐15万，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把它买下来。好，那徐师就是第一个捐的哈，就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基金会的财务长。好，那后来徐医师的特助也没什么钱，但是他要分期付款，他也捐了。然后徐医师的二姐丽娜也捐了。然后后来我们台南的代理主任啦，我们的营运长也捐了。其实他现在也没什么钱哈，也捐了。然后这个高雄的主任也都捐了。等于说这一次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人。好，那这一部分其实徐医师很骄傲，也很感动。那当一个单位大部分都是自己人会捐款的时候，表示这个单位一定是很值得信任的。如果一个单位都是自己人捐款，表示这个单位真的是很值得被信任的。好，在财务上它一定是很健康的。好，那如果这个耶诞节也到了哈，那这个如果大家希望来响应这样的一个计划，麻烦来跟我们的主任来这个讨论一下哈。好，那我们还有就是许医师下一次会到深圳上课是在3月，好，应该是3月对不对？好，那这一次许医师上礼拜刚从深圳回来。那这次到深圳非常开心的哈，就是在我们同学他们自己开的酒店上课，同学在那个福田区同学在那边开了一间酒店叫好日子皇冠假日酒店。所以未来同学如果到深圳去出差或是旅游哈，好像在深圳的福田区有一个好日子皇冠假日酒店它是5星级的，5星级的酒店，那是我们的赛斯家族开的。那我们这次工作坊就在我们同学自己家开的酒店上课。好，所以他提供我们非常好的上课环境，然后在课间的休息也提供了这个很精美的餐点，那所以这一次在深圳上课，大家也都觉得蛮开心的哈。那意思是说如果同学未来想到大陆去上课也可以来跟主任问一下哈。大概徐师现在2个月都会去一次大陆。好，2个月都会去一次大陆。好，来丽娜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丽娜同学哈，因为她这一次也是跟我到大陆去。那其实我会请她分享很有趣的哈，就是因为她
第一次去大陆应该是在7、8年前，那时候去大陆是去考当时大陆的心理师，到福州去哈。所以除了那次之外，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从来没有到过大陆了哈。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我到大陆去，然后去那边代课，所以徐师觉得很好奇的是哈，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然后看着那样的一个在赛斯心法在大陆的推广，不晓得有什么样的心情要跟大家分享。好，然后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宇宙永远回应你所想要的。好，那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哈，你觉得宇宙有回应你想要的吗？然后你觉得你跟宇宙的关系好不好？我先讲一下宇宙这个部分哈。徐师最近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宇宙一直在照看着我们所有的念想。好，这次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哈，因为我们就是我同学请我帮忙带一套书，好，一套书，那时候我就因着冲动哈，就答应了。后来想我就带个小行李，又要带那么多书，会超重，就觉得就不知道，就觉得到底是要带大行李，要挂大行李还是带小行李？好，因为徐医师是都不带大行李的。我想，如果我带大行李，又会卡到他的时间，因为我要等行李托运。然后我就在想，那到底该怎么办？就这时候就有一个同学就 line 我了，他说：“我跟你们搭同一班飞机。”我就马上问他：“你会挂大行李吗？”他说：“我会带一个大的空的行李箱。”我会挂行李。我说为什么你会带空的？他说因为他要去大陆把大陆的东西带回来，所以就在1天之内吧，我就在想一定会有人帮我解决吗？那这件事该怎么办？马上就有人回应我，他有一个空箱子可以让我装行李。那虽然后来也没装，也顺利完成，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宇宙对我的回应。然后在深圳上课的时候，这边我也要讲一个笑话哈，因为我经常往返嘛，所以我的这个信用卡都会有那个跟这个机场接送配合嘛，所以我都会坐这个机场接送的车子，然后也会在机场使用贵宾室，然后因为丽娜她比较不常这样出国哈。所以我的卡片没有那么高档，他的卡片就没有那么高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事先跟他讲，我说等一下我到机场，我可能会进贵宾室哈，这个休息吃个东西哈，那看你要跟我进去哈，还是你要自己去外面逛一逛，就是意思就是说带他还要多花钱啦，就是他自己去外面逛一逛，我就可以省钱哈。那后来就走着就到贵宾室门口。然后我就问那个柜台服务人员，我说我这张卡是可以带人的吗？好，等下我就看他一眼哈，意思是他可以走了啦哈。然后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柜台人员回答就很妙，他说先生这张卡能不能带人我不清楚哈，我们这边只负责你要1位进去还是2位进去。我就再看他一眼，怎么还没走？那我就说反正自己的姐姐嘛，那带进去就是吃个饭嘛，那有需要这么匮乏吗？然后我就说，那多带一个人是要多刷卡还是什么？他说我们这边不清楚这是发卡公司才知道。好，那看他们还没走，好，那就反正自己的姐姐嘛，对不对？就是只是花一点钱带进去也不为过嘛。我们没有那么匮乏，对不对？赛斯说什么要丰盛嘛？我就说好，那带2个，结果后来这个过了1天就收到账单了，要多花800块。对，那我就觉得好像他的宇宙对他还不错，你知道，就这样子就跟着徐师进去，这样子这个吃喝还喝了一杯红酒在，白酒对，白酒对，好来继续讲对大陆的这样上课的印象怎么样？好，那是好在讲在回应那个柜台那个，我就想我就没去过啊。
哦，你看这个人有心机，你看没有，本来刚刚在路上就跟他讲好了，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进去。那我就说没关系，我可以进去或不进。其实我本来没有，后来他说可以进去，我就想没进去看看也不错。后来我也没有一定要进去或不进去，但是我觉得进去看看也不错，没体验过嘛，就玩玩看。那也好像也没有被阻挡嘛，我就想说那就去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宇宙在照看着我的想法。那我就觉得，因为我本来就对很多事情很好奇，然后我进去我还跟他说，我还真的第一次到这种贵宾室，可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我还在跟他讨论这件事。对，搞了半天，原来许医师是他的宇宙。好了，好，来继续。好，那讲到这个宇宙，我在深圳上课的时候，因为我要上课的时候，他没有咖啡，那一大早饭店咖啡也没有，他只提供茶，那又没有交通工具。他所有的支付，你要去哪里都要那个微信支付，我就没有钱，也不能用。然后我就想怎么办呢？上课的地方也没有咖啡。我正在苦恼的时候，突然有一杯咖啡出现在我面前。同学帮我，但他们都是叫外卖，然后他帮我点了一杯咖啡。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怎么这么神？怎么这么神？所以回应许医师在说的那个宇宙跟我的关系，所以所有的念想真的都会发生，只是那个时间长短啦。好，那这次去在深圳上课我其实还蛮感动，那个同学他们很多这次上我课的同学，他们有来自山西的、湖南、湖北，然后昆明的，那当然深圳的也有，北京的。我觉得他们其实像昆明的，他是搭了8个小时的高铁去上2天的工作坊。我们在台湾是很幸福，像每次徐师到海外去他们都觉得台湾同学很幸福，因为你们大多就是台中最远、高雄、台南过来，他们其实是要坐飞机来上课的，要么就是搭了8个小时的高铁，才能够看得到许医师。对。好，那其中有一个是还真的很比较特殊的是，这次有台湾的同学过去上我的课，然后这个昆明的同学，因为我有带一堂线上课，就是跟那个大陆的文霞老师2个合开一个关系修炼的成长团体。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就在讲他的状况，然后情绪很多，我就说我邀请他到深圳来上工作坊，因为那个有情绪的部分，情绪释放的部分。然后同学他就说：“老师，我身无分文。”那个时候听到身无分文，我就说：“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创造。”结果那个班上就有同学，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而且他也想去大陆，因为他想把他的画带去大陆，看有没有什么机会。结果这个同学就跟他联系上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台湾帮他买票，然后这个同学也把画带到深圳。那同学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那种感动，在现场也有同学主动说我要捐这个画，我要捐那个画，捐多少？好，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自由的心意。那就后来这个同学，昆明这个同学也因为大家的爱心有了旅费。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感动的过程，所以他想要，然后他也接受了同学对他的关心，然后他开始想说，他去昆明要帮这个同学找场地要办画展。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万物互为效力的一个过程了，爱的互助合作。这是我这次在深圳感觉大陆同学他们那种跟他们想要连结彼此，然后去跟赛斯心法连结的那种意愿很强烈。是，好，我们谢谢丽娜的分享虽然之前两岸的局势有点紧张但是
在我们赛斯心法的推广之下哈，发现我们这个在赛斯的家族或这个赛斯心法的这个能量跟氛围当中，那感受到台湾的赛斯家族跟大陆的同学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能量非常好。那也真的希望为两岸也好，为台湾也好，创造更多的和平，好，创造更多的正向的能量。好来，那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又发现这个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喷那个空气，有没有？对是什么？水枪是吧？哦，是可以灌水的吗？能帮我灌个水好不好？好，来，我来回应一下今天的题目哈。宇宙永远回应你所想要的。那徐师先用另外一句话来开始今天的主题哈。之前好像吴若权写了一本书叫《向宇宙下订单》，来，大家记得吗？好，向宇宙下订单。好，那之前吴若权这个在当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有邀请过许医师来上过他的节目，上过他的节目。那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吴若权为什么要邀请许医师来上他的节目？那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自己已经要开始慢慢想走上身心灵的这个道路。所以之前他曾经很久之前有邀请许医师上他的广播节目。好，那向宇宙下订单，这一句话本身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好，那我们现在讲几个概念比如说我们讲宇宙，来，宇宙一个讲的是时间，一个讲的是空间。这个上下四方之为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所以宇宙讲的就是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上下四方之为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好，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各位，其实没什么关系啊。除了我们都是宇宙的尘埃所创造的嘛。你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谁能懂我的脆弱？对，跟宇宙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宇宙的尘埃嘛。好，那如果讲到大爆炸，宇宙就是一个当年就是一个宇宙弹非常高的温度，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密度，然后宇宙弹的一个大爆炸最后随机冷却下来，然后形成天地宇宙万物。好，那简单来讲，各位，如果我们讲上下四方之为宇，古往今来谓之宙，那宇宙就是时空。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活在时空当中。那简单来讲，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应该是嘛，因为我们的肉体也是由原子分子形成的嘛。好，那如果从爆炸论来讲，宇宙的爆炸就形成了万物所有的原子分子啊。好，所以简单来讲，宇宙不只是在你之外的一个东西，从这个角度，宇宙也是在你里面，因为你也是宇宙形成的啊。各位，第一个，我们生活在宇宙当中；第二个，我们的存在也是由宇宙所形成的啊。各位，就像如果有一天你往生了，不管是你要火化还是土葬，那你的肉体会分解掉吗？那你也是要回归大自然，对不对？尘归尘，土归土。对，你也是要回到变成宇宙的物质成分。好，所以我们不只是生存在宇宙之中，我们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
所以宇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好，那各位很简单讲，什么是宇宙？这就是宇宙啊。来，什么是宇宙？吹一口气，各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宇宙啊。宇宙就是凡一切所有的能量与物质的存在嘛。这样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好，宇宙就是凡一切能量与物质的存在。那最近呼气的时候还要小心，是不是有霉浆菌感染？所以医学界对于霉浆菌感染会流行，其实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因为第一个霉浆菌是感染，大部分是感染小朋友；第二个是感染免疫力低下的，好，再来过去是感染在做化疗的，或是艾滋病患者，好，或是那些没有免疫力的人才会感染霉浆菌。那简单来讲，各位同学不要恐慌，好不好？基本上生活作息正常、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其实不用担心霉浆菌。好，霉浆菌有另外外号叫做会走路的肺炎。好，就是你得到霉浆菌感染的肺炎，好，基本上你人都还是可以走路的。那甚至有时候不用治疗，不用抗生素，你就会自己好起来。这样各位明白这个概念？好，除非你的免疫力功能很低下，你在做化疗，是你有艾滋病，或是你是这个真的身体很糟糕的人，你才需要担心霉浆菌感染。那一般就算是小朋友霉浆菌感染，其实有时候1个礼拜就好了。好，它不像一般细菌性肺炎要在医院躺个10天、8天，甚至躺个1个月。第一个它是要会走路的肺炎，所以它通常。好，就算有时候我们在医院，以前在儿童病房，小朋友2边肺都白掉了，治疗的得当2、3天就又全部黑回来啦，好，全部都康复了，好，所以它的疗愈是很快的，好不好？为什么笑成这样？讲一下啊，帮我装个水，好吧？那个，可以装水是吧？对，我要装水喷你啊！他还很高兴，我有提供意见哈，这个还不知道我要喷他。好来，所以霉浆菌叫做会走路的肺炎。虽然现在媒体这个讲的洋洋沸沸的，但是还是要大家心安，好不好？心安下来哈。好，再回到刚讲，那么宇宙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各位，来，学士这样说：宇宙同时在你里面，也在你的外面。好，那从科学论的角度来讲，宇宙跟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彼此的关系像一个客观性的存在。客观性的存在。好，来，那我们先回到赛斯心法哈。来，赛斯心法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什么？架构2。架构2。好，那有架构2就有架构1嘛。好，来，那架构1是什么？架构1就是所谓的物质实相，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物质宇宙。好，架构1就是所谓的物质宇宙。好，什么叫物质？原子分子。好，那架构2是什么？所谓的心灵宇宙，或所谓的梦宇宙。简单来讲，架构2是以能量为主体的一种宇宙状态，而架构2的这个梦宇宙跟心灵宇宙，把自己具体化了。所谓的物质宇宙是以意念为架构构成的，所以你可以说架构2是一个意念的宇宙。而架构1是这个意念宇宙的具体化。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抓到学士要表达的意思。架构2是一个以能量跟意念为主的一个宇宙，而架构1是这个意念宇宙的什么？具体化。好，各位，就像你的人生一样，请问你的人生，当然它是一个具体的人生，你们在时空当中学习、成长、经验，对不对？可是所有你生命的经验，有没有来自你的意念？
来，是什么东西驱动你这个有机体？呼吸的意念，吃东西的意念，想存在的意念，起心动念，最后化为行动，对不对？就像这个同学，他有个意念，想从台中到新庄来上课。那他因为有的这个意念，他把这个意念具体化了。那这个意念怎么具体化？你要走到公车站，或走到捷运站啊，或你要去坐高铁啊，你必须采取行动来把这个意念怎么样落实化。所以简单来讲，架构一就是架构二的意念的什么具体化。好，再用另外一个比较唯美的比喻，简单来讲，架构二是所有架构一所有事件的酝酿跟诞生。好，如果说架构一是拍摄好的影片，那么架构二就是所有人世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影片事件的一个诞生跟拍摄的地方。来，徐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明天的事情在物质宇宙发生了没有？明天的事情在物质宇宙发生了没有？可是，在架构二的宇宙拍摄好了没有？拍摄好了。明天的事情其实在物质宇宙还没有诞生，也还没发生。可是明天的事情在架构二当中有没有被酝酿了？已经酝酿了。简单来讲，就是这部电影已经拍摄好了，还没有到院线。来，各位，就是这部电影已经拍摄好了，但是还没有到院线，还没有上映。但是电影公司已经把它怎么样拍摄好了。所以我们的未来既是可以预知的，也是可以改变的。这样简不简单？我们的未来既是可以预知，但是它也可以改变。因为在架构二当中，我们的未来已经拍摄跟酝酿好了，可是在还没有上映之前，它都可以再修改。好，甚至在电影上映的最后一刻，电影公司可能都还会改变它的版本。OK， 所以简单来讲，架构一跟架构二的关系，就仿佛物质宇宙跟心灵宇宙的关系。好，那我们就要来谈什么叫向宇宙下订单。那我们今天又会讲到神奇之道，我们今天也会讲到什么叫宇宙永远回应我们所想象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要来问各位，来，有听过一个概念吗？到底宇宙是非生命的、非智慧的，还是宇宙本身是一个生命体，还是宇宙本身它也是一个意识体？来，现在各位知道徐师在说一个不同的逻辑跟概念。简单来讲，我就是在说宇宙本身有没有造物者？宇宙本身是一个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还是宇宙本身它也是一个意识？宇宙本身它也是一个生物体？来，就像我问各位，我记得赛斯在描述地震的时候很好玩。来，台湾常地震嘛，各位，那理论上来讲，地不应该这样震来震去的嘛，对不对？好。后来我记得赛斯在描述地震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赛斯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地壳跟地球如果不偶尔动一下，你会忘记它是活的。”来，地球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东西怎么不会动？来，各位知道我的比喻哈？你等于西人，你西人的没听堂啊。所以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好笑，好笑在哪里？好笑在我们觉得地球不应该动，可是赛斯会讲，它不动久了，你就会觉得它是死的。可是地球是什么？是活的啊！
各位，地壳永远在下陷，火山永远在爆发，不然温泉怎么来的？来，明白了吗？所有的地壳活动都在活动，所以整个地球是活的，包括土壤是活的啊。好，那地壳偶尔不给你动一下，你怎么会知道它是活的呢？好，所以各位，到底地球是一个无生命的客观的物质性存在，还是地球本身它是一个有意识的，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生物体？好，我们所谓的大地之母的概念，各位，大地之母的概念，对，所以你可以说地球是一个客观的物质性存在，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不可以说地球是活的？因为它会动啊，偶尔地壳要动一下啊，不然你会觉得它是死的啊。好，同样的概念，到底宇宙是一个非生命、非智慧，好，还是宇宙是一个生物性的意识体的，还是宇宙是一个心灵性的？来，这又涉及到我们跟命运的关系。来，徐师试着想表达，到底人类是活在一个客观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个物质实相之下，还是我们是活在一个互动的？不只是地球是活的，连整个架构2也是活的，连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来，我再举个例子，就好像假设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山洞好了，假设你丢一颗石头进去，2颗3颗都没有回应，那就很正常嘛。那如果你丢的石头它会自己再丢出来，来表示什么？就像你到一个山里面有个山洞好了，你丢一颗石头进去，2颗3颗都没有回应就算了。那如果你丢的石头它又会再丢回来，好，或丢得更远，来表示什么？有鬼。来，所以我今天要讲今天的主题，我们的宇宙什么？有鬼。来，讲白话就是宇宙有鬼。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到底宇宙会不会回应你？宇宙像那一个山洞里面那个洞口，你丢什么进去，它会再丢回来，或者你丢1颗进去，它会丢2颗出来，或者你丢石头进去，它丢金块出来。是啊，好，到底这个宇宙本身是一个客观性的，跟你没有关系的，还是它是一个互动式的？来，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越来越明白学校要说什么？我再说一个互动式的。来，我们讲人工智慧好了。来，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科技越发达，人跟所谓的科技产品的互动性越高？来，我们东方人大概不太习惯使用 Siri， 对不对？来，如果手机拿出来 ，Hi Siri， 今天天气怎么样？或你问他 Hi Siri， 好，今天适合出门吗？对。或是你 Hi Siri， 我长得可爱吗？对啊，各位，就是你会越来越发现，所谓的科技越来越趋向什么？互动式的。来，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对，好，甚至如果各位你们有 Apple 手机，你真的可以问他 Hi Siri， 你觉得我长得漂亮吗？对，他会有很多种回答哦。对，好，Siri 可能会回答你，漂亮的标准因人而异，你觉得你漂亮，你就非常的漂亮。那 Siri 可能也回答你，我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你更漂亮了。
真的啊。来，谁手上有那 Apple？ 来，打开直接问 Siri 我漂亮吗？我们来做，我们直接来证明，来，各位。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刚刚好。来，各位，好，所以现在的手机你是可以跟他说话的。好，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说 Siri， 我今天很无聊，讲个笑话给我听。来，你跟他讲 Siri， 唱首歌给我听。哦，叫到别人的 Siri 去了。你看，他在那边说话，别人的手机回应他。对啊，然后他讲完，他的手机准备要唱歌了。对啊，你跟 Siri 说 ，Siri 唱一首姜蕙的歌给我听，他真的会唱哦。好，来，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科技慢慢倾向于什么？互动。来，各位记得互动这两个字，记得互动这两个字。来，徐师先讲一个部分哈。来，请问你们去教堂祷告，你们去庙里面拜拜，你有相信你跟神佛是可以互动的吗？你如果不相信，你去干嘛？当你觉得你去跋杯也好，或是跟上帝祷告也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跟上帝、跟教堂、跟庙里面的神明能够互动，你去干嘛？来，你初一15为什么要去拜拜？因为你相信你可以怎么样跟他互动，跟 Siri 一样，跟 Siri 一样。来，各位，在过去的人类，我们还更容易相信我们跟无形界是可以什么互动的。那现在因为大家越来越走向科学时代，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个宇宙是什么客观的，这个宇宙是跟你没有互动的，有没有？各位，来，就像身体一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体吗？你觉得身体是一个客观性的存在，还是身体跟你是互动的？来，我讲个笑话。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妈在拜拜哈，妈妈在拜拜啊，我兜住咧山顶坡，什么路吼，啊，我生三个囡仔吼，三个拢足无乖吼，啊，拜托神明保庇吼，因较乖的，阮兜安怎，就是他真的好像在跟一个东西说话。跟我们现在跟 Siri 说话其实是没有两样的。那早一辈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上庙拜拜的时候要跟神明说话？因为他相信他可以跟他怎么样互动，他相信他可以跟宇宙互动。来，同学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跟神明互动，来，简单讲，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教堂？你去教堂不就是要跟上帝互动吗？你去庙里面不是就是要去跟神明互动吗？你到寺庙去，不是就是希望观世音菩萨、佛可以跟你互动吗？啊，不然你在那边讲半天是谁在听 ？Siri 吗？你还不如回家拜 Siri 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各位，所以今天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把它更简化一点，到底我跟宇宙有没有关联？到底我跟宇宙有没有互动？如果有互动，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或我们刚讲这句话其实是很不科学的。什么像向宇宙下订单？宇宙理你吗？
宇宙跟我什么关系？那我跟他下订单，他会管我吗？那我下了什么订单跟他有关系吗？他会不会弃单？对，是啊，对，因为是契单人，对，都会弃单哈，对，所以叫 Uber 不能找到契单人。好，我们跟宇宙什么关系？什么叫跟他下订单？好，某部分这已经把宇宙怎么样拟人化了。来，各位以前学过国文嘛？好，国文常常有一种东西叫拟人化。来，什么叫拟人化？各位知道吗？今天的天气就像一个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发脾气的姑娘，对不对？这就是拟人化啊，对不对？是啊，对。然后看到森林里面的每一棵树，就像我的好朋友在跟我招手，对，拟人化。来，所以所谓的向宇宙下订单，是这么好笑吗？雅琴同学，拟人化就这个意思嘛。对，好像天上的云朵一样，每朵云都在跟我招手，都在跟我招手。好，所以向宇宙下订单，其实它是把宇宙怎么样拟人化？就你相信宇宙是有智慧的，你相信它跟你是连结的，你相信透过某一种方式，你跟它是可以取得 interact。各位，好，就好像你们现在很多老人家手机，帮我打电话给王小芬，有没有？当你手不方便的时候，是啊，对，就像之前美国出过几次车祸嘛，然后车子翻了，人躺在那边，他没办法打手机，就跟 Hi Siri， 帮我打电话给119，对，然后119就接通了，他就跟他讲，我是谁？我在什么道路出了车祸，赶快来救我。来，各位，徐是在说什么？徐是在说，所有科技的发展都慢慢发展出什么互动性。好，那我继续讲人类。好，人类在一个慢慢意识进步跟打开的过程当中，好，人类在一个慢慢意识打开的过程当中，那有没有一天，人类的意识真的慢慢打开到，我们可以跟宇宙怎么样开始互动了？就像我们跟 Siri 互动一样。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好，包含我们刚刚讲，宇宙永远回应你所想要的。来，各位有吗？那如果有的话，怎么会有一句话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会有一种连续剧叫说，姑娘你喊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是啊，来，这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各位从小到大，好，你们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还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也靠不了？来，各位，到底怎么办？尤其是现代人，很多时候是很无助的。那你要依赖谁？来，各位有点在知道徐师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境跟感受了。是啊，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落入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来，真的有一个神吗？真的有一个所谓的宇宙吗？好，就像赛斯曾经讲一段话，他说：“如果没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或上帝在倾听着所有众生的祷告，那全世界的人类不就都是笨蛋吗？我们进教堂是在干什么？我们进庙是在干什么？如果在另外一端没有一个倾听者，没有一个回应者，各位，难道你是在跟空气说话吗？来，各位，知道徐师的比喻，
你进了寺庙，你在跟神佛祷告，你在跟什么祷告？你进了教堂，跟上帝许愿，跟上帝祷告，你在跟什么祷告？好，如果没有一个白发苍苍的上帝，那这些芸芸众生，是否就是在地球上就过着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生，然后最后就稀里糊涂的从出生到死亡？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我们现在过日子的这个人生吗？各位，还是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摸到诀窍？来，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还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摸到诀窍？来，我来举个例子哈，我之前上课举过这个例子。好，学校有个大陆的学生，好，最近几年家里生意失败，好，目前大概负债1个亿的人民币，1个亿的人民币。好，那因为这位同学也学赛斯心法很久了，好，那就用今天的主题来讲。他说：“徐是宇宙永远回应我所想要的啊，他为什么会回应我事业失败欠1个亿？”各位理解徐氏的意思？难道事业失败欠1个亿是我想要的吗？好，后来，但是这个同学谈到后来，我突然脑袋亮了一下，我说：“同学，徐氏认识你很多年了，我怎么记得我听过你讲过不止一次？钱多钱少不重要，钱失去了，全家平安健康就好。我怎么觉得我听过你讲过不止一次？你记得你这样讲过吗？”他说：“对，徐是我以前因为以前生意很顺利的时候，对，他就常常想，其实钱多钱少不重要，然后全家平安健康就好。”我就跟他说：“好像你今天就是这样啊。而且你不要忘记哦，当年你爸爸很有钱的时候，因为歹徒觊觎你爸爸的钱，2个歹徒把他爸爸杀掉。这件事情当年在他们的村庄里面还是一个大案子，最后那个2个歹徒被枪毙。所以学士想问你一件事，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会不会觉得钱跟平安是矛盾冲突的？因为他爸爸很有钱，那2个杀掉他爸爸的人其实是跟他爸爸租房子的，他爸爸是去收租，然后那2个人付不出钱，就干脆把他爸爸杀掉。那2个人被判了死刑。我说：“学士，记得你跟我讲过这个故事，那时候你还跟我讲钱有什么用？我爸爸那么多钱，最后就是因为钱而被谋财害命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会不会你的潜意识里面，其实对钱又爱又恨？而因着你小时候的经验，各位小朋友是没有那么多的判断力的。因着你小时候的经验，大人告诉你，你看你爸爸就是因为让人家觊觎他的钱，你爸爸就是去跟人家收租，人家付不出钱，所以把你爸杀掉。所以会不会你觉得你爸爸的死亡跟钱有关系？好，那么钱对你而言就不一定是祝福，也不一定是好东西了，因为钱就是害你爸爸被杀掉的东西。也许你的潜意识这样想，如果爸爸今天穷一点没有钱，也许他还活到今天。来，各位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如果我说你的潜意识在创造一种实相，
你的潜意识在体验一个东西，会不会失去了钱，反而我的全家会平安健康？然后他一听觉得，徐师真的耶，如果你让我再选择一次，我宁愿我们家是失去钱，而不是失去平安跟健康。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徐师在讲的潜意识。好，因为潜意识像刚才丽娜提到的，潜意识不是我们表层的自己。好，比如说我如果问在座很多女同学，好，如果徐师以开个玩笑的方式，你真的会希望你先生飞黄腾达，然后变成很有钱的男人吗？各位，你真的希望吗？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觉得男人有了钱会怎么样？作怪、搞鬼。各位，那更有钱的话，台湾以前早期更有钱的男人，我当然不是讲全部啦，很多都是3妻4妾啊，不是吗？你真的希望你先生是很有钱的吗？那以前我们又不是讲过一个笑话，没钱的时候，工作很繁忙嘛，请不起人嘛，就老婆当秘书用嘛。后来有了钱就很多秘书嘛，就秘书当老婆用嘛。是，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当今天我们说宇宙回应我们的需求，这个需求是头脑的你，还是你内心的能量？好，什么叫你内心的能量？各位，就是你的内心，你的起心动念。好，我再举个很有趣的例子。好，如果你在挤公车或坐火车，来，有一个人从后面靠近你，或摸了你，或拍你的肩膀，请问你们第一个反应都是开心吗？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是什么？你想干嘛？对不对？来，我这里先讲一个笑话。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个案，那时候到美国去出差，然后开着一辆车子，然后他们刚好开到那个布鲁克林区黑人区，那就有一个黑人，走到他的车子旁边，拍他的车门，可他吓死了，油门一踩，赶快。后来他开了不久之后才发现，人家是提醒他天黑了没有开车灯，就因为人家是黑人。各位，你懂我在说什么吗？那徐师在讲什么？我们的什么？起心动念。各位，真的，他跟我说，他吓死了，窗户连摇也不敢摇下来，然后赶快第一时间踩油门冲出去，以为人家要抢劫他还是干嘛的？各位，其实人家是要提醒他，先生，天黑了，那个车灯要打开。很早年之前，30-40年前，各位，来，徐师刚讲过了，我刚从几个理论开始谈起，到底宇宙是一个客观性的、与我们无关的一个能量体，还是宇宙是一个有智慧的？它其实是会回应的。它其实就像我们过去讲的所有的宗教的传承，是有一个意念的，是有一个来回到刚刚学士那个比喻，石头丢进去会丢回来，会丢回来。那至于你丢的是什么石头？好，如果我这样讲，假设宇宙是一个伟大的读心机，好了，它可以读你的心。来，各位，这个心，我们讲句实话，连我们自己都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心哦，因为我们有表层的自我意识，我们有所谓的什么潜意识。
好，潜意识是很多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不觉的。好，甚至这个潜意识还包含了很多赛斯讲的信念。来，徐师举个很简单的心理学的概念，也许小时候你爸爸酗酒，外面养女人，不负责任，也许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就觉得男人不可靠。来，对还是不对？好，比如说假设举这个例子来讲，假设这个同学好离了婚了，好，然后到40-50岁，徐师跟他说，再去找下一个先生啊，再去找男朋友啊。他跟我说，徐师啊，男人我告诉你算了啦。来，请问他的潜意识是什么？男人不可靠啊！我都40-50岁了，对不对？我还找个男人来服侍他吗？还找个男人来侍奉公婆吗？来，知道徐师在说什么了没有？对，来，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的内心跟潜意识有几种想法。来，各位很简单，当你认识的人够多，你会不会觉得每个人的内心的想法都不一样？是啊，来，等一下，如果我做一个现场调查，好，台湾现在有3组总统候选人，来，在座每个同学，你们投的都是同一组吗？你们会是同一组吗？来，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可是你对于你要投的那一组人，你都会觉得凡是有脑子的都会投他，对不对？没错哈。对于选举这件事很好笑哦，你就会觉得，我当然投这一组啊，另外那2组不是人，好不好？投了就台湾就毁灭了，好不好？没错哈。对于投铁票要投他那一组候选的人，都会觉得投另外2组的简直就是猪脑吧？来，是还是不是？好，那假算投另外2组的人会觉得你这组人怎么样？有病嘛？来，各位，来，徐师在说什么？比如说 A、B、C 三组候选人觉得投 A 的根本没脑子，你就是要把台湾卖掉，是不是？那投 B 的你是要去当兵去吃屎，是不是？投 C 的你投 C 干什么？那乱来的。来，是还是不是？来，徐师在说一件什么事？我举这个例子要举什么？每个人的想法。来，全世界有70亿人，就有70亿种想法。你要不要打赌？如果全世界到200亿人，就会有200亿个想法。来，对还是不对？来，各位，好，我从这边稍微再停一下。好，我再架桥梁，我先架这一端，再从另外一端架过来。来，徐师要讲一下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书。来，徐师那天在台北上读书会的时候稍微提到，来，这本书很重要，有机会同学要多看几次。然后我们有口袋书是吧？有口袋书哈。来，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的序里面提到，今天这个人他所过的生活，他的实相，其实都是你过去怀抱着决心而踏上的道路。意思是说，所有你今天的一切的实相，都源于你过去的信念。所有你今天的实相，来，等一下我要解释实相。来，实相就是你今天所过的生活，实相就是你今天所有的你日常遭遇的一切。所有你今天的实相都来自你过去的信念。好，各位，赛斯心法非常好玩。很多人觉得赛斯心法就是这样嘛。来，我跟各位讲，不是。徐师接触赛斯心法将近40年了，我到现在，我都还在不断的加深我对赛斯心法的体会。
所以赛斯心法不是你看过了你知道了，不是。赛斯心法是我看过了我知道了，我懂多少了。好，所以我不骗各位，每隔1年、2年、3年、5年，许医师对赛斯心法的体会会再更深。好，赛斯心法我都知道，赛斯讲的每个字我都知道，但是我体会多少，那就不一定了，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我接触赛斯心法将近40年了，我还是不断的去体会感受？因为随着你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再回去看，你的体会跟感受都不一样。好，我再回到那一段。所以我其实记得我以前跟各位讲过一句话：所有你过去的起心动念，所有你过去的信念，都会变成你今天的经验。那所有你今天的信念，都会变成未来的你的什么？实相。所有你今天的信念，都会变成你未来的实相。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永远回应你所想要的。各位，我们不是在讲这句话，是宇宙根本是根据所有你的内心世界的起心动念，而让你经验到所有你起心动念的具象化。宇宙根本不是给你想要的，这句话根本是不对的。各位，你是谁？你想要的是什么？你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我是宇宙，我都被你搞疯了。所以宇宙不是给你想要的，宇宙是100%完全根据你的内心的起心动念，而把所有你的起心动念变成你生命的经验。各位，这才是宇宙真正的本质。有恐怖不？假恐怖。来，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宇宙不是回应你的需求，不是，宇宙是100%。各位，好，就像学习以前讲，好，镜子，如果这是一面镜子，各位，人丑怪镜子是没有用的，镜子只会把你是什么的回应给你，它不会加工。好，如果有加工的话，镜子就有鬼了。镜子只是把你是什么回应给你。来，我讲宇宙，我讲架构2。宇宙跟架构2不是要回应你所想要的，宇宙跟架构2是完全100%根据你自己有觉察到的，没有觉察到的，你的前世的，你小时候的经验，你也许早就忘记或根本你已经不记得的，你的潜意识的每一个信念，而把你的信念变成你的经验跟体验。各位，宇宙的存在的目的是把你的信念变成你的经验跟体验。所以我们需要宇宙，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时间容纳事件，空间容纳物体。在时间中诞生事件，在空间中诞生什么？物体。物体。好，所以宇宙，或是我把它称为架构2，它是负责把所有你的信念变成你的人生经验，还有变成你每天的日常生活的体验。来，各位，徐是出生在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从小我爸爸就跟我说，人穷会被看不起。我爸爸就跟我讲好多次，我跟你讲阿雄，我告诉你，爸爸跟您阿伯，跟伯父一起去人家那边钓鱼。到了中午，因为我一个伯父是开那个中药行的，就是比较有钱的，就跟我说，儿子，我告诉你，那个人家中午时间到了，那个人家那个鱼池的主人，你就来招呼你阿伯去吃午餐，就根本理都不理你爸爸，因为你爸爸就是穷。对，
是啊，各位。然后我爸从小跟我说：“儿子，我跟你说，社会很黑暗，这个都是看得起有钱人啊，那个穷人都被看不起。”对。然后后来慢慢长大，看到一些那种有没有到寺庙里啊，就是人生就是苦。你看，然后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妈妈就痛得要死。女人又有月经，要生小孩，对，不工作就没饭吃，人就是自私。各位，是啊。那每次我妈妈跟我舅舅吵架，你不要去你舅舅家，不是好人。我说好，你们感情好的时候都没有这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嘞？对啊。来，各位。来，徐师在告诉各位什么？好，所以如果我按照刚才那些信念，我终其一生就会把这些信念变成我人生的什么？我终其一生就会把我内在的起心动念，我接受过的父母亲说的每一句话，变成我人生的什么？体验。对啊。所以你从小到大，你的起心动念，你接受过的每一种哲学、每一种思维，当你把它接收到你的内在了，它成为你内在潜意识的一部分。各位，宇宙就会如实的根据你的信念而让你体验到你的信念。所以人生就是一场信念的体验。来，各位，人生就是一场信念的体验。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体验你的什么信念？来，各位有没有？所以徐医师这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人生，人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幻象，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所谓的虚拟实相，它是一个集体创造的幻觉。整个地球、整个人世间跟我们的一辈子，是我们大家所有集体创造的幻觉。那我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幻觉呢？就是为了来体验我们的什么信念？地球跟整个物质实相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来体验他的什么信念。所以过去从以前到现在，你发生的每一件事，各位都不是事，它都是信念的什么具体化。你在体验的是你的人生，我体验的是我的人生，明白吗？你们每个人体验的人生都跟我不一样。比如说，虽然她是我姐姐，跟我差3岁，请问她体验的实相跟我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再去问我同学，大学同学，我大学同学160几个，每个毕业出来大概基本上都当医生啊。请问当了医生有没有不同的体验？有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后来医疗纠纷实在太多了，被告到他实在，当医生的钱都去请律师跟上法院了。后来他实在很生气，就干脆去念一个法律研究所，现在在当律师。对啊。好，各位，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件事都是幻象。那用来体验幻象的是什么？肉体。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件事都是幻象。各位，来，举师打个比喻，就像从以前到现在，你看过的每一部电影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从小到大到现在看过的每一部电影是真的还假的？告诉我。你假的，你还花钱去看，你傻了哦。来，真的还假的？每部电影你是花钱去看的，
它当然是真的。可是每部电影里面的情节都是什么？假的。来，侏罗纪公园看过没有？迅猛龙啊，你为什么花钱去看个假的东西看那么高兴？来，它是什么？假的嘛。来，请问去看电影2个小时里面有没有在体验？那整个体验是真的还假的？体验是真的，电影是假的。懂了没有？人生的体验全都是什么？真的。体验是什么？体验是真的，人生是什么？假的。懂了吗？懂了哈？整个人生全都是什么？假的。眼睛什么？业障重啊！海涛法师很早就讲了，从你出生到死亡，你经验的每一件事都是假的，但是体验是什么？真的。就像刚刚讲，电影里面演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可是你那个2个小时的体验是什么？真的。这样懂了没有？人生所有一切都是虚拟实相，包括这个肉体也是假的。所以往生的人，等一下我们工作坊会提到，往生的人就是离开了这个虚拟实相了，他们跑到后台去偷笑。听懂了没有？往生的人就是离开这个集体幻象了，他跑到后台去偷笑。这些还活着的人还在幻象里面，这些还活着的人都还在幻象里面。所有全世界每个东西都是假的，但是体验是什么？真的。那就像你们常常也会看很多网络小说啊，网络小说的情节当然是什么？假的嘛，修炼成仙，什么化神，什么元婴，有没有？对不对？所有的剧情当然都是假的啊。可是，在看那个小说，在起心动念的你是什么？那个体验是什么？真的。所以人生是幻象，懂了吗？人生是幻象，但是所有的体验都是真的。那有一天你往生之后，你就离开这个幻象，你离开这个集体的幻象了，我们称之为叫往生。好，那当你再回来，我们就称之为叫出生。那来来去去就称之为轮回。这样明白了吗？好，那为什么要体验信念呢？你整个一辈子，你所体验的都是你的信念，所以你今天所体验的一切，都是你的信念的具体化。来，各位，来，我刚刚已经讲了，全世界70亿人，每个人相信的有没有不一样？我爸爸从小到大相信的是没有钱就会被看不起，所以后来他真的老了之后没有钱，真的被我妈看不起。因为他所体验的就是他的什么？他所体验就是他的什么？来跟我讲一遍，我所体验的就是我的信念。好，来，各位，重点来了。Until now，到今天为止，你们喜欢你的从出生到现在的体验吗？Until now， 你喜欢从你出生到现在你人生的体验吗？来，其实很白话的讲，你从出生到现在所有你的体验，你体验人生苦比较多。来，我讲的是体验哦，赛斯心法讲的是体验跟经验哦，讲的是最具体的哦。从你出生到现在，你喜欢你的体验吗？你体验，从你以前到现在，你大部分体验是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看我家能 Q 不？我家能 Q 不？还是你体验体弱多病的身体？你认为你体验的是身体健康，还是体验的是什么？姐喝的不是咖啡，姐喝的是人生。来，你认为从小到大你的身体的不健康是个客观事实，其实只是宇宙让你体验你的什么信念，因为你相信你是体弱多病的，所以祝福你体验的愉快。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从小到大，你大部分体验的都是身体的健康活力，跟身体的伟大自我疗愈，还是你大部分体验的都是体弱多病？你大部分体验都是腰酸背痛，你在体验什么？你是在体验身体，还是体验你的信念？各位，从小到大你在体验，
要人没人，要人没钱，要钱没钱。你在体验人生是苦，你在体验你只是被看不起的、不喜欢的，还是从小到大你大部分在体验你是被爱的、被帮助的，你是被肯定的？来，你都体验什么？从小到大你都体验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还是体验人家看到你就混熟？来，从小到大你体验什么？你是体验健康、富足、喜悦、受恩宠，还是你是体验体弱多病？你是体验匮乏？你是体验人生的痛苦？你是体验你是不被爱的？你大部分都体验什么？来告诉我，你从小到大的体验是什么？各位，你体验的是人生，还是体验的是你的信念，还是体验的是你爸爸妈妈从小告诉你而你相信的？来，我要挑战每一个人，我要挑战每一个人，你从小到大体验的是什么？来，比如说我讲我成长过程体验的跟丽娜就很不一样啊。我们虽然同一个家庭，好，我们虽然同一个家庭，说老实话，我的家庭跟我来讲，真的有点像天堂。他的家庭对他来讲，比较像地狱。他从小就不爱回家，对，因为他觉得家里不温暖，一天要往外跑，是吧？啊，我是觉得家太温暖了，我不能再这么温暖，我要赶快往外跑。是啊，各位，好，所以徐师今天讲的，好，不是一个理论，是体验。你从小到大，你体验的是匮乏还是丰盛？你体验到的是赚不到钱，包括现在世界经济不是很好，好，听说金融业今年年终才1.8个月。各位，好，徐师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好，日本有一个西药房，有个药师，一个老太太，今年101岁，一个礼拜7天工作6天。她101岁，你要问她101岁为什么不享福？她说：“我每天来上班就是享福啊，我101岁还可以每天上班啊。”一个101岁的药师，早上有看到新闻哈？你没看到？回去 Google 一下，有一个101岁的药师，一个礼拜工作6天，来，他觉得快乐还幸福？对，101岁还能上班，还能走路，你觉得是幸福还是悲哀？另外一个93岁公司的女主管，93岁，被金氏世界认证最高年龄的主管。因为日本现在8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10%，10个就一个80岁以上，然后65岁以上大概占29%，将近快要30%了。65岁以上，来各位，你们将来会体验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们将来会体验一个什么样的老年？来，徐师讲体验。好，所以最近徐师从我创造我的实相到我体验我的实相，可是我的实相就是从我的什么来的？信念来的，所以我体验我的信念。但是各位，我们实在对我们的心太不了解了。佛家参禅一辈子在参透什么？心。来，各位，我们对我们的心实在太不了解了。各位，来跟我讲一遍，人生是苦。说，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对啊，从小到大父母就这样啊。我爸就跟我说，赚钱很辛苦啊。所以每次我妈花很多钱，他就会生气啊。对啊，来，东方的宗教告诉我，人生是苦啊。东方的宗教告诉我们，我们出生就是来什么？受苦的。对，来，这些都是变成我们根深蒂固的什么信念？来，各位，祝你体验的愉快啊！祝你体验的愉快，懂了没有？来，各位，请再更贴切的体验一下，人生是苦哦。
请再更深的体验一下。好，人的出生就是原罪跟业障哦，请再认真的体验一下。景气不好，钱不好赚，人真的过得很辛苦。祝你体验的怎么样？愉快。你体验的是什么？实相还是信念？为什么你的体验跟我的体验不一样？听懂了吗？因为宇宙回应给你的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不是给我的。宇宙回应我的是根据我的信念给我的体验。各位，就像许医师接触赛斯心法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受人的身体天生体弱多病的这个概念了。我甚至告诉各位，许医师再也没有接受人会随着年纪变大而身体变虚弱，容易生病。我根本没有这个信念。来，有这个信念的，祝你体验愉快。懂了没有？我没有这个信念，因为我知道我有了，我就会体验它。因为我知道所有我体验的不是实相，因为实相因人而异。我知道每个人都在体验自己的信念，所以我接触赛斯心法之后，我就没有那个信念。人应该随着年纪越大，身体越衰弱。各位，你有，恭喜你，祝你体验愉快。各位，你的人生可以再苦一点，然后你可以再匮乏一点。来，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好，所以各位，如果从过去到现在，你不喜欢你曾经体验过的，或是你不喜欢你现在生命当下你的实相，来，你要改变什么？今天的体验就是昨天的信念，未来的体验就是今天的信念。宇宙不是只是回应你要的，宇宙是把所有你的信念变成你的什么体验。来，跟着我念一遍：宇宙是把所有我的信念变成我的体验。来，各位，真理就只有这一句话，没有第二句话了。在思心法其实就一句话，就一句话。宇宙就是把所有你的信念变成你的体验。来，一个人一辈子有多少信念？全世界几亿人有几个信念？懂了没有？来，各位跟我讲一遍，我是不被爱的。再讲一遍，再讲一遍。来，祝你体验愉快。来，我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好，昨天还是前天，我跟我太太去跑步。大家知道我现在超慢跑，就跑得很慢的慢跑就慢慢跑。然后我就在那边加强我的信念，我是幸运的，我是幸运的我要把这个加强这个信念，然后这个信念宇宙就会把它变成我的体验。好，我要强化我是幸运的，因为当我开始有这个信念之后，宇宙就会把我的信念变成我的体验。一看，旁边一个1块钱。我出门常常捡到钱，而且都是捡到1块。这对我来讲是象征意义，象征意义。各位，1块哪有多少？1块不好意思，你不要拿去警察局，警察会说那够了，好不好？1块就是1块嘛，1000块我们就会看看找失主皮夹当然就不能放口袋嘛，这是基本常识嘛。1块，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当道德魔人了，好不好？各位，来，宇宙有没有回应你的需求？各位，宇宙是干嘛的？来，刚刚徐师兄讲，宇宙是跟我们的一个互动系统，宇宙就是架构2，宇宙就是过去所有宗教的起源。而今天的徐师告诉大家的宇宙是所有你从小到大的体验都是来自你的信念，因为宇宙是一个奥妙的机器，它会把所有你的起心动念变成你的体验。来，宇宙为什么要这样做？宇宙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让你认识你是谁；第二个，它唯有透过把所有你的起心动念变成你的体验，你才会知道你要体验什么。如果你要体验什么，你就要建立什么样的信念。最后，你跟宇宙建立了连结了。最后，你认识你是谁了。最后，你明白物质实相是怎么形成的。最后，你知道意念是如何具体化成为实相的。甚至物质宇宙
是如何以意念为架构建构而成的。来，所以后来我开始问自己，我未来的20-30年、40-50年，我要体验丰盛，还是体验匮乏？我要体验利己利人利益众生，还是我要体验众叛亲离？我要体验超级的健康，还是体验体弱多病？来，各位，你们自己决定你要体验什么，因为赛斯心法是不会给你答案的。徐师会教大家怎么钓鱼，要钓什么鱼，你自己决定。明白了吗？各位，我太凶了，我哪有凶？我哪有凶？我这样叫凶吗？来，各位，赛斯心法，好好学，好好学。好，我只告诉大家一次，这是一门惊天动地的学问。这是一门惊天动地的学问，它会改变各位一生的命运。来，没有第二句话，好好学，好不好？有害怕吗？你不生气，我才觉得怪怪的。好了，我们今天公益讲座到这里，我们等一下3点半有工作坊，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